嗨，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牌卡。常见的牌卡有塔罗牌、雷诺曼以及各式各样的神谕卡。那么你到底应该选哪一种呢？今天我就会来聊聊各种牌卡它的特色以及适合什么样的情况。那就一起开始吧。那在一开始我就先很简明扼要跟大家讲最容易入门到最难入门的3个的排序。那当然就会是神谕卡最容易，接下来是雷诺曼，最后才是塔罗牌。那虽然我自己学塔罗牌时间最长，但是我发现当我入手了雷诺曼跟神谕卡之后，他们真的是比起塔罗牌还要更容易上手的牌卡种类。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来说，神谕卡它有各种不同的分类，但是它每个主题都可以是不一样，以及它想要带给人们的启发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有非常海量的神谕卡可以去做选择。那我这边简单的说我自己拥有的大概是有3副的神谕卡，我最常在影片里面出现的是这一副 Work Your Light。那我觉得它很简单，就是告诉你一些从你生命角度看待你生活发生中的小事，你应该要如何去走下一步那种感觉，比较心灵层面的，这是这一副的感觉。那另外还有像是这一副，我曾经有一次在爱情的大众占卜里面出现的，它是爱情的神谕卡，那它当然就是只有爱情主题。那简单来说，如果你选了神谕卡，它就会有各种不同的主题让你可以选择，然后它也是都比较直白的可以去解释，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象征意义在牌卡图面上面。那接着我说到为什么雷诺曼它会比较容易让你上手的第2名，是因为雷诺曼它就是很简单的，每一张牌卡它上面就只有一个象征物，比如说小孩，比如说像是一个毛，它的意义通常跟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的事情是差不多的。比如说狗，它就代表忠心；比如说幸运草就代表幸运，它有很多含义是跟我们生活中可以直觉联想到的含义是一样的。那最后讲到塔罗牌，简单来说，塔罗牌跟雷诺曼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于，雷诺曼它是每一个小物件就代表那张牌的含义，但是塔罗牌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好多张雷诺曼卡才能够代表一张塔罗牌的含义，因为一张塔罗牌它是很多故事组成而成的一张，然后它有78张，所以这样就会变得复杂了许多。那为什么我会学塔罗牌特别的久，也特别的喜欢，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复杂性跟牌面的华丽性是我相当喜欢的。那这是一开始先告诉大家3者他们最大的不同，也就是他们学习上的简易性。那接着我们就按照它的简便性一一来去介绍这3种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适合你什么样的情况。首先讲到神谕卡嘛，那神谕卡我刚刚前面有讲过了，神谕卡它有非常多的种类，然后你只要通常看到它那个名称里面没有雷诺曼也没有塔罗牌，它通常就是神谕卡。虽然我还看过一些什么天使卡之类的，但基本上都是属于神谕卡这一类的，那英文就是 Oracle Cards。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主题在这个卡上面，但是当然它叫神谕嘛，顾名思义，它就是为了给你一点启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待你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小事情。那通常我会觉得神谕卡是一个比较没有门槛的牌种，因为它的牌意通常它可能直接印在上面，或者是它的小册子里面就写得很清楚它这张牌代表什么含义。虽然它都是可以使用牌阵的，跟塔罗牌、雷诺曼都一样，只是它的牌意呢通常都非常的浅显直观，它直接告诉你跟生活很贴近的那个概念在哪。唯一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像是这副牌卡它就稍微有一点入门门槛，那原因是因为它偏比较灵性层面的启发，有时候你可能看不太懂它里面的含义。还有一个原因是翻译问题，因为它是英文的嘛，那有的人可能不太习惯看英文，比较不好去完整解释它的牌意，这也会是门槛之一。毕竟在台湾能够有翻译成中文的神谕卡实在是不太多了，所以我觉得神谕卡比较容易遭遇的就是翻译问题，然后还有它自己本身的主题会让你比较难以理解。像是我还有一副牌卡是关于女巫的药草园，那女巫药草园里面所有的药草它都印在那个牌卡上面，当做每一张牌卡的主题。那这一副也会稍微有点入门难度，因为通常我们不太会知道花花草草的学名，也不太会去记，所以呢它里面用到的一些比较古老比较少用的英文字可能我们就不太熟悉，所以这是我觉得神谕卡通常比较容易遇到的问题。但是如果它是有翻译的，如果它的英文都非常的简单，其实神谕卡就会是一个最容易入门的。那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我自己觉得它很适合当做牌卡入门的第1种，
就是让你知道你想不想要用牌卡占卜的这种方式来去引导你自己，当做你自己的工具。那它是一个比较不用投资太多，不用去买书，不用去买其他的辅助的教材来去让你学会占卜，因为它本身在这副牌卡里面，他们通常就是会有一个小册子嘛，就是除了牌卡以外还会有一个小册子，那通常你只要透过这本小册子，你就可以完整的去理解那这副牌卡它到底在讲些什么，它有哪些牌阵可以使用。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牌卡，但是你被一副神谕卡它的牌面所吸引了，我很建议你直接买回来尝试看看，因为神谕卡它的价格的范围比较广，有的很贵，然后有的真的超级便宜，像是我刚刚拿给大家看的这一副 Walk Your Life， 我记得它只有600多吗？就我买的时候的价格，其实相对牌卡来说算是便宜的了，然后也好入门，然后它质感又很不错，所以我觉得神谕卡是很适合入门牌卡的这个种类。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看雷诺曼。那说到雷诺曼卡呢，大家都知道它的名称是来自于以前一个占卜师叫做雷诺曼夫人，但老实说其实它有点像是通天眼知道未来啦，这个已经不可考了，而且雷诺曼卡也不是他发明的，只是想要表示说雷诺曼卡这一个牌种它的占卜非常的神通，非常的厉害，然后非常的准，所以其实雷诺曼卡跟这个雷诺曼夫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是一个前情提要。那雷诺曼卡呢，如刚刚前面的简短叙述，其实它就是每张牌面上面有一个象征的物件，那通常这个象征物件会跟我们生活上的一件事情、一个物件是相结合的，并且它所代表的含义也是相像的。所以有时候在使用雷诺曼的时候，那个象征物通常可以直接去代表那个物件。比如说我们抽到书，可能实际上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真的书，而不是知识。所以呢，它这个东西是可以很好这样去直接联想解释的。那当然，每张牌还是会有一些它很多的概念，比如说矛，它也有工作的概念；那塔可能有相对于权威机构的概念。那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当做完全，它就是我今天去了一个塔，或者是我今天买了一本书，这样的概念也是可以的。你就透过你生活中的小事情来去跟它去做对应，像是我自己也是有在写每天的雷诺曼日记的。因为这样比较好去连接你每天发生的事情跟雷诺曼卡有什么样的相关联。那未来我可能还会再做影片去讲说我每天写塔罗日记加上雷诺曼卡的日记，它们之间的结合会有什么样的发现。那回到雷诺曼卡来讲，因为它的牌卡上面的象征物是可以直接去对应生活中的事情嘛，而且含义也是相像的，就因为这样的特点，它会被我排在就是相对于塔罗牌来说更为简易入门的一种牌种。所以也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不要学塔罗牌了，大家都去学雷诺曼。但是我觉得塔罗牌跟雷诺曼是不可以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来去讲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雷诺曼它比较偏向于去占卜我们想知道的生活中的事情，我觉得它比较难去讲到你心坎里，就是你心灵层面的感受，因为它的每张牌是代表一件事情嘛，或者是发生的一个现象。那当然你可以用36张的牌阵，总共雷诺曼卡就36张，那它有个36张的大牌阵，可以去排出你问的这件事情它各种全方位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停留在物质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我自己的经验。那如果有大家有什么样不同的感想，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雷诺曼卡它比较适合的，就是让你有一种安心感。我现在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牌阵，知道我现在各种全方位发生的事情，我可以比较知道说，哦，所以我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或者我短期间可能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可能需要去注意。但是这就是在一个比较偏物质世界会发生的事情，它比较无关乎你的心理层面，然后情绪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在雷诺曼卡里面也不太会去显现出来，悲伤、难过、生气、苦恼，这些东西是在雷诺曼卡里面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觉得雷诺曼卡它就适合去搭配可能神谕卡或者是塔罗牌去做一个辅助的使用。当然你要单独去做使用，去占卜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来去给自己一个安心感，它也是一种用法。但是我之前常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大家用牌卡去让你产生安全感，因为这就会产生一种依赖性。但是通常每件事情都是你自己选择来的，就跟塔罗牌一样，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你现在做的这个占卜，你已经改变了未来，因为它会让你的下一步的选择会不一样。因此也不要完全去依赖牌卡给你的那个选择跟那个状况，不要完全的去相信。那当然在雷诺曼卡上面也是这样的。那最后我们就来看看塔罗牌咯。最后讲到的塔罗牌是我自己学习了15年左右的牌卡。
那我当初开始学塔罗牌也是被它的牌面图像所吸引，因为你会很想知道它到底想要诉说什么样的故事。那前面有讲过了，雷诺曼卡跟塔罗牌之间的那个比喻的关系，就有点像是很多张的雷诺曼聚集成塔罗牌，但是这只是一种意象的譬喻，它并不是完全等于这样的，只是要让大家去理解说，哦，塔罗牌它的一张其实代表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或者是它有一个前因后果，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才造成现在这张牌。那当然它也会变成说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去理解一张牌，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我们可以透过每一副牌卡不同的主题来去理解，比如说它可能是编织的塔罗牌，它可能是希腊神话的塔罗牌，那它上面拥有的故事或者是象征物，就可以让我们来去用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塔罗牌的牌意。那通常那副牌卡也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才让你能够把这些其他领域的知识跟塔罗牌去做相结合。因为塔罗牌它的历史也是更为长久，比雷诺曼以及可能大部分的神谕卡还要更为长久。那它发展的长久下来呢，每张牌它上面所结合的含义也就会更多元。所以我觉得塔罗牌为什么它会是最难被我放在第3名的位置，是因为它能够包含的含义包罗万象。一开始让新手学习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头昏脑胀，然后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因为你会觉得一张牌要去理解背诵的牌意太多了。那当然我有说过，我不希望大家用背诵的方式，你可以用一个看图说故事的方式就好了。那同时刚刚我有说过，雷诺曼卡相较于塔罗牌，它比较没有心灵层面的情绪相关的解读嘛，那塔罗牌它就是有的，因为塔罗牌它可以去展现你在这个阶段发生的事情，以及内化到你内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的每张牌都能够给予你更深刻的一个体会，去形容你现在的处境。因此塔罗牌占卜师呢，通常要去理解一张牌，很容易会加入我们自身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是看过的故事的经验。所以为什么我之前常跟大家讲，有的人会说，要怎么样可以解析感觉很落地，讲到对方的心坎里，或者是讲到真的符合现在发生的事件呢？其实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你常常看剧，你很理解人性，或者对于心理学相关的你有一些琢磨，通常你就可以把那张牌去理解得更透彻。简单来说，就是你把你生活中的每个小事情都去解析它、剖析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然后呢，去应用到你的占卜上面。所以我才会说，你可以从你自己开始占卜，因为你最了解你自己现在发生什么事情。那接着你再去占卜的时候呢，你就会更知道说这张牌它更深层的含义是什么，你应该要如何去解析它，去帮助问卜者。那当然讲到这里，大家就会发现，那真的是很深奥。我除了理解塔罗牌以外，我要去理解其他的主题，可能占星，可能药草，其他什么希腊神话故事之类的，甚至是我为了要让我解析的更好，我还需要去理解心理学，去关注生活中的每个小事情。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使用了塔罗牌，你才更能够去关注每个当下发生的事情，去剖析它发生的事情，进而去发现这张塔罗牌其实跟这个情况是非常雷同的，然后去做相结合，更容易让你去帮助下一位问卜者。所以塔罗牌占卜师其实一直都是在迭代学习的一个状态，我自己也是。那也会因为问卜者发生的事情让我学习到许多。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塔罗牌放在最后一个讲，因为我学习最久，我也最喜欢它。那当然它去结合神谕卡跟雷诺曼卡去做使用，通常都可以造成一个更完整的占卜结果。那当然大家看到我在大众占卜里面也时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帮大家占卜，因为这样可以让大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去理解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尤其是神谕卡，它就可以给你一个很直觉的 hint， 暗示你说你现在正走在什么样的路上，你应该如何看待它，就处在一个比较建议的位置。这是我常常会使用的方式。那我平常在大众占卜里面的都是用茶叶占卜卡嘛，比较少用雷诺曼，因为茶叶占卜卡也是很直观的一种牌卡，它跟雷诺曼非常像，只是它张数有特别的多，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同样的一种牌种。然后这种的牌种就可以很明确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件。通常我会把对人造成的影响去跟塔罗牌相结合去解释，所以为什么我说3种牌卡用在一起其实效果会更好。不过最后想跟大家讲的是，我虽然说3种牌卡结合在一起会更好，但不是叫你一定要全部都用而是大家可以依据你自己的使用需求，比如说刚刚我这样讲完了，你觉得神谕卡还不错，很好入门，我去它先开始。或者是你想从雷诺曼，因为它可以先直接去占卜你现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可能短期3到6个月物质世界发生的事情对你的影响，它可能就会适合你。
那如果你对于塔罗牌比较有兴趣，有可能是因为你想要更理解你更深层面，更理解你自己，更理解你在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牌卡它就是一种补数，我们相对于命数它是补数，就是在比较短时间的去占卜一些小事件你生活中的累积。那命数就比较偏向于跟你生辰八字有关的，可能是生命灵数啊、占星啊、人类图这类的，我就把它归类在命数。那今天主要是在补数这一块，其实你也可以跟命数去做相结合、相辅相成，效果也会更好。那最后就想问问你咯，你最喜欢哪一种牌卡呢？分享一个牌卡戳中你内心的瞬间吧。对于以上问题以及内容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哦。也可以看看右方关于学塔罗牌一定要知道的5件事情，这真的是新手必读哦。那我是Yoko，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拜拜。